当众扇了对手一记大耳光。小伙在懵逼了3秒钟之后，当众发起反击，两人瞬间撕扯扭打在一起。在混乱中，小伙用一记高鞭腿以牙还牙。若不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极力阻拦，这个老黑指定被当场干废。此人就是来自美国的流氓拳王查尔斯·本内特。他性格乖张，行为怪异，在一拳 KO 对手之后，像一只大黑耗子一般上蹿下跳，而且还将屁股对准观众疯狂嘲讽。颁奖时还对工作人员动手动脚，裁判出手制止，却被其当众殴打。只想问一句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就是因为无恶不作，在美国先后入狱16次，出狱后也没想着重新做人，依旧我行我素，疯狂谩骂对手。人干的事儿他是一点不沾边，之所以这么猖獗霸道，就是因为其实力确实强悍，属于那种你看不惯他还干不掉他的存在。由于从小在贫民窟长大，早就见惯了各种暴力行为，所以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用疯狂野蛮来形容，动不动就将对手打伤打残，因此被称为美国疯马。可纵使你有3头6臂，也不该在中国的地盘嚣张。在与内蒙勇士巴拉金的比赛中，这家伙耀武扬威，肆意嘲讽，还羞辱中国选手是瘦弱的猴子，不经打。打了，巴拉金也不惯着他，当场就把拳头塞到其脸上。如果不是有裁判阻止，就这么个进化失败的玩意儿，直接把他打进娘胎回炉重造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疯马显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背靠龙网像个大爷一样悠闲自在，完全没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。巴拉金当即下前抱摔，而疯马还是那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。受到轻视的巴拉金早已怒火中烧，暗暗发狠，将他一把举起，随后狠狠地摔在地上。这一下直接把老黑摔了个七荤八素。疯马是吧？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内蒙汉子的驯马技术。作秀，对，这不是 MMA。这个疯马确实是个性太强了一点啊！两个脚完全插进去了。这个位置对巴拉金非常有利。啊，对，蹬啊，还是有经验，还是有经验。简单的1、2个小动作就能转过来。肘击。巴拉金从小跟随父亲练习摔跤，与生俱来的天赋让他从小就异于常人，300斤的大汉都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今天收拾你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疯马，那还不是轻松拿捏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由于比赛刚刚开始，两人的体力都很充沛，巴拉金想这时候降服对手还是不太可能。而且疯马狂是狂了点，实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，否则也不可能入狱16次还能完好无损的出来。于是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地面僵持当中。特别贴切。刚刚2个人一开始他就贴在路边就不动。但是这个疯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。对。至少这个经验确实是要比巴金。要拿背做裸脚。但是破坏掉了。好，你看典型的啊，疯马可以等下位。疯马的打法极为老练油滑，看似在下位任由巴拉金摩擦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。每当巴拉金尝试用锁技降服时，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逃脱。但想要挣扎起身彻底摆脱巴拉金的压制，那也是不可能。因为从目前场面上的局势来看，巴拉金的力量更有优势。拱来去拱来，反正让你打也打王小为难。侧面压制。现在来说，这个疯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，威胁性的进攻动作。对，大力拳啊，要注意啊。这防摔不错啊。对，这比不得不说，巴拉金摔跤技术实在太强了，抱单腿一扭一半就把疯马再次带入地面。长时间的贴身肉搏也消耗了老黑不少体力。这个时候，巴拉金感觉时机已经成熟，侧位压制的同时不断拳肘砸击，如果砸到了，那就是头破血流；即使砸不到，也会让疯马露出破绽。好，骑上去。这个位置疯马给的太……果然，在疯马试图起身躲避的时候，巴拉金将一条手臂卡了进去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背后裸脚把位。这个手搭住了吗？应该手有深。但是这个位置做不到太实，应该太了，对，输了，太拖大了。几秒钟的时间，老黑就两眼一翻，小腿一蹬没了动静，这是典型的大脑缺氧休克状态。内蒙勇士果然是套马的汉子，这个结局极度舒服。巴拉金干得漂亮，本以为被巴拉金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之后，查尔斯这头美国疯马会有所收敛，谁曾想他会变本加厉，在擂台上指着中国选手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果然有些人的坏是坏到了骨子里的，与其奢望他痛改前非，不如直接打死来的痛快。而这一次他又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山西小伙吕振宏人狠话不多，发誓这次一定要让疯马付出血的代价，将其彻底赶出中国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
风马依旧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悠哉悠哉的在擂台上踱步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。这家伙双手下垂，根本不做防守。看来上次巴拉金给他的教训完全不够，记吃不记打说的就是他这种人。吕振宏倒也不心急，毕竟风马虽说是臭名昭著，但手里还是有2把刷子。如果因为他懒散的态度就产生轻视，说不定就会阴沟里翻船。叫他的这个外号风马，这个风马没错，对，哦，跟我们讲的像吕振宏啊，年纪小将，一定要在这种面对这种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的时候，要完了一个再快啊，这菜不太一样，对，回事。而且我还注意看他们的位置，相对就是在小腹、胯、大腿的位置，对，很低很多，对，我觉得中国打这个侧踹腿，又是侧踹腿。最好的人啊，我见过的是周国俊，哎，没错啊。吕振宏有个外号叫牛魔王，同时他还是中国第1快腿。此时风马被他连续腿法踹得很难受，于是开始模仿吕振宏也用腿法进攻。只可惜他这半吊子侧踹反而把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吕振宏当即搂抱将其绊倒，这套动作一气呵成，相当流畅。不要太闹啊，要好好打比赛。我们在比赛，所以要小心。中国的小将既然敢打，对，就绝对是有实力。经验很丰富啊，对，这样一点点的这个距离，哎，是拉开点空间，这样的话。此时风马展开半封闭式防守，牢牢箍住吕振宏的脖子。可这种防守却是顾头不顾腚，吕振宏抡起拳头不断掏他腰子，力量不大但频率很高。查尔斯的梦想是做一头自由的野驴，此时遭到束缚的他非常渴望自由，不断移动扭动身体试图挣脱，没想到还真的被他咸鱼翻身拿到了上位。吕振宏倒也不急，因为他在赛前跟巴拉金取了经，知道驯服这头疯驴要用什么技巧。只见他双脚顶在查尔斯腰部用力一蹬，直接把风马踹飞3米远。哦，这个吕振宏啊，这有点急，有点乱，哎，不要着急压了。连单手都想上就把这个给 KO。对付这种老油条啊，捞的，还是得稳扎。漂亮，哎，然后吕振宏这脚上去了。到眼睛了，有一点点。此时吕振宏高位侧踹直接上头，紧跟着又是一记爆头高扫，还没等风马反应过来，转身边拳紧随其后。这一套连招逼的风马不得不抱摔打地面。可惜他眼前这个小伙可是牛魔王，吕振宏靠着蛮力直接逆转局势来到上位。接下来有这老黑好受的，直接用身体的挪展摇闪躲这种准备驱动的啊和腰，对。小打不击。没办法，只要吕振宏做这种地面的锤击啊，也有动作，对，有将军的，其实也在音乐会也在分开进。第一回合还有30秒。说话吗？对，很多次比赛这种经典镜头里边，就是风马做这种动作。最后的10秒钟。正在吕振宏打得起劲之时，裁判却出手终止了比赛。你这出手也太早了一点吧？你要说你是清白的，我绝对不相信。不管怎么样，吕振宏打的还是相当解气，一拳一脚都重如炮弹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：蓝方选手手指骨折，医生终止了本场比赛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好家伙，吕振宏还真是说到做到，说要让风马付出血的代价，就直接干断了他3根手指。这一战直接把风马赶出了中国，让他灰溜溜的滚回了漂亮国。对此各位老铁有什么看法？